男孩才14岁就得了怪病，头发掉个精光，每天吐的比吃的多，骨质疏松的像公元80岁的大爷。为了活命，他硬是扛过了20多次化疗，可就是这样熬了4年后，男孩竟然奇迹般的痊愈了。病刚好，他就迫不及待回去上学，还在圣诞这天拄着拐杖上台演出，当着全校师生的面玩了把大的。A passion in my pants and I ain't afraid to show it, show it, show it, show it. I'm sexy and I know it. 老师听了黑脸一红，同学们却为他欢呼。而男孩之所以如此大胆，只因他想吸引校花的注意。下台后，校花果然来搭讪，男孩抓住机会约她出去，校花答应了。第二天，男孩给自己的光头喷上香香，满心期待着即将到来的约会。可吃早饭时，他突然咳了2声，妈妈感觉不对，不顾儿子的拒绝，强烈要求先带他去医院看看。结果这一去，男孩的约会彻底泡汤。医生检查发现他的肺部猥腺，必须立刻做手术。而另一边，校花等到日落也没见人，最后只好失望地走了。手术很快结束了，男孩还没清醒，就迷迷糊糊听到自己的死讯。I don't understand. We were just given the all clear. As you know, osteosarcoma is very unpredictable and very resilient. 爸妈还想继续治疗，可医生却说扎克已经到晚期了，治疗也救不了他的命。医生一脸不忍，却只能小心地告诉他，你最多还能活10个月。扎克说不出话来，心里却已经接受了现实。Can I stop chemo? 妈妈痛哭失声，内心瞬间被悲伤填满。第二天，扎克照常准备去上学，他的身上全是手术留下的痕迹。他曾以为自己能战胜这种叫骨肉瘤的疾病，却没想到还是输了。他对着镜子极力挤出笑容，可不管怎么努力，他眼底的绝望还是遮掩不住。到学校后，扎克瞒着自己的病情，若无其事地跟同学开着玩笑。朋友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假装乐观，可扎克说他只是想让人们开心。课上老师要求大家写论文，计划一下大学生活。What do you want to do with your one wow and precious life? 扎克的情绪一点点变得消沉，他的一生就要到此为止了。下课后，艾米找到扎克，问他为什么放鸽子，而且回来后还总躲着他。扎克一脸冷漠，可眼眶却不知不觉红了。艾米终于生气了。I'm terminal. 艾米愣在原地，不可置信地看着他。几秒后，他再也控制不住，上前紧紧抱住扎克。可这种同情深深刺痛了扎克。You should go. You're gonna be late. 这晚放学回家，扎克情绪沮丧坐在门口。妈妈问他怎么了，他说老师让他们写大学论文，可他觉得如果自己都活不到那时候，现在做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妈妈强忍痛苦安慰他，他说人生就像一幅画，有光明就有黑暗，可大多数人身在画中，看不清画的全貌，而癌症或许给了你一个特别的机会。You get to decide what matters most. You get to choose what your painting's gonna look like. 这晚妈妈上网看到一个纪录片，多年前有个全身瘫痪的人去法国鲁尔德朝圣，却意外被教堂的圣水所治愈。妈妈心动了，她跟丈夫说想带扎克去法国，说不定会有奇迹。可爸爸不同意，扎克之前已经做了24轮化疗了，他不想再让儿子失望了。可妈妈心意已决。 We need this. 几周后，全家人收拾好行李，陪扎克一起去法国寻找奇迹。临要出发前，艾米突然来找扎克，她向扎克表白。And I know your diagnosis complicates things, but I can't help it. I don't care. So, Hey, mate, I don't think... do you like me? Yes, I do. Even but... though I don't have cancer? 扎克被逗笑了，他终于向内心的感情妥协了。毕竟在这世上，爱情和死亡一样难以抵抗。不久后，他们到了法国，妈妈带扎克去教堂，门口排队的人密密麻麻，他们无一不是带着遗憾和愿望，祈求神明的悲悯。可妈妈担心扎克会再次失望。Zach, if something happens in there or something doesn't. It's okay. I know. 不久后，妈妈和扎克分别被搀扶着走进圣池。妈妈望着墙上抱着婴儿的圣母玛利亚，眼泪瞬间开了闸，内心的痛苦终于宣泄而出。随着圣水没过全身，扎克感觉灵魂仿佛得到了洗礼。尽管奇迹没有发生，可扎克突然知道自己的余生该怎么过了。法国之旅给了扎克灵感，回来后他把这些灵感全部写成了旋律。他还邀请朋友和他一起创作更多属于自己的歌曲。朋友很兴奋，他早就想和扎克一起实现音乐梦了。之后朋友提醒扎克，毕业舞会快到了，你还不赶紧邀请艾米一起去参加舞会？扎克有点犹豫，他想给艾米留下一段难忘的记忆。朋友想了个主意，他买到了热门歌手的演唱会门票，他建议扎克带艾米一起去，在那里邀请他。
他一定会永生难忘。演唱会当晚，两人都陪在扎克身边。朋友故意引艾米来到门廊下，上面的灯牌写着：“你愿意跟我一起去舞会吗？”围观群众都被这浪漫的表白感动了。扎克趁热打铁 I, Zachary David Sobiak, am asking you, Amy Adams, please go to... Oh, my head. 演唱会上，扎克左拥右抱，一边是他最好的朋友，一边是他心爱的女孩，这无疑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可死神并不打算放过扎克。这晚妈妈突然听到水声，她赶去一看，发现扎克正不停抽搐，她赶紧喂扎克吃药。好久之后，扎克才缓过来。可房间里钟表滴滴答答走过的声音，让他久久无法入睡。他感觉自己的生命彻底进入了倒计时。几分钟后，扎克受不了了，他像以往那样从窗户爬进朋友的卧室。他跟朋友展望未来，说想做一张属于自己的唱片。可朋友困得一批，根本没听他说啥。扎克便随手拿起小熊和他打闹起来。就在这时，他无意间发现朋友的歌词本，他捡起来一看，上面写着2句情诗。扎克一脸坏笑，问他的心动男嘉宾是谁。女孩极力掩饰，可扎克依然不识相的追问。朋友看他的眼神并不清白，就算是傻子也能看出其中的深情。气氛突然尴尬起来。扎克看看床头柜，上面一直摆着2人的合照，他实在是太愚钝，这才看清女孩隐藏已久的爱意。朋友也终于坦白，他本以为等扎克上了大学，自己也许会有机会，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扎克的内心被感动填满，他拿过笔记本写下自己的秘密，那句话是曾经当我第一次见你，我喜欢你真的。2人相视一笑，原来他们都曾爱过对方。这段时间，在家人朋友和艾米的陪伴下，扎克每天都过得很幸福。空闲时，他和朋友一起专心创作，把自己的故事和对人生的感悟全部写成优美的旋律，再录成视频发到网上。尽管死亡始终如影随形，可扎克追梦的脚步却一刻不停。这天，妈妈突然接到个电话，原来是扎克的视频火了，有个记者想采访他。可让他不爽的是，对方想以他换来做话题，他不想利用别人的同情来换取关注。朋友劝他看开点，他们的视频已经有5万多人看过，而且底下全是好评。可这时扎克却看到一条扎眼的评论 You're not so special. Lots of kids have cancer. 扎克拿这句恶毒的话开了个玩笑，朋友却看穿他内心的悲伤。扎克终于崩溃了。 How's this for not funny? He's right. There's nothing special That's about not me. true. You should be happy. This is a good Why? thing. Because we have 51,000 views? No, Who cares?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And what's the end? I thought this is what you wanted. What I wanted was to make an album and then go on tour and then write more songs and make another album, but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what I want because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is it? Is this what you wanted? I mean, come on. What I want is to not have to lose my best friend. 说完后，朋友丢下扎克，独自躲进卫生间哭泣。没过多久，艾米循着哭声走来，他们爱着同一个男孩，也比任何人都理解彼此的痛苦。另一边，扎克静静躺在草坪上发呆，可没多久，他就被老师发现了。老师没问他为什么旷课，只是陪他一起躺下。扎克问他：“你不用上课吗？” Screw that class. They can teach themselves. 老师像以往那样跟他开玩笑。扎克没有回应。过了一会，他才说自己已经停止化疗了。Is it because it worked or? 这个沉重的答案让老师心里很难受。他不想扎克继续消沉，便鼓励他一定要继续创作。Look here, man. Look, you got something in there, right? You got so much in ther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hear. 这晚扎克闷闷不乐，妈妈始终用关切的眼神看着他。扎克受不了了。Can you not look at me like that? Like what? Like your every happiness rests on me eating all the casserole. Like if I do,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Newsflash, everything is not fine. 爸爸打断扎克，严厉地叫他起身。扎克怂了，赶紧向爸爸道歉。可爸爸依然把他叫到了门外。等看清眼前的东西时，扎克欣喜若狂，那竟然是他的梦中情车。There is a GTR sitting in our driveway right now, Allie. 妹妹发出灵魂提问：“咱家什么时候背着我发财了？”爸爸赶紧解释：“这车是他专门跟同事借的，扎克有1周的使用权。”说完，扎克1秒也等不了，就钻进了车子。几秒后，扎克发动引擎，狂野的轰鸣声瞬间点燃父子俩的情绪。他们在夜晚的江边狂飙，还大声跟着音乐唱歌，就像2个无忧无虑的小孩，享受着这一刻的自由与快乐。兜了一圈后，爸爸让扎克开着这辆车去和艾米约会。他说自己一直都想用一辆好车去接妈妈。扎克突然很好奇，爸爸有像自己爱艾米那样爱过妈妈吗？爸爸迟疑了几秒，才坦诚地说曾经有过，但后来随着时间推移，生活中大堆的琐事成了他们的阻碍。Am I one of those things? 爸爸沉默了，他不知该如何回答。恰好这时艾米来了，原来是爸爸给他打了电话，
下车前，爸爸还贴心的嘱咐晚上别太早回家。这晚两人在爱河里尽情徜徉，艾米本想再进一步，却不小心弄疼了扎克。Cancer's such a buzzkill. 之后扎克突然来了兴致，他拿过吉他为艾米弹唱。My little dancer, this isn't the end, 'cause in your eyes I'll always be my little dancer's boyfriend. 在扎克温柔的歌声中，艾米翩翩起舞，这一刻实在太过美好。扎克多么希望时光就在这一刻静止。艾米忍不住上前亲吻他，她的柔情让扎克更加不舍。I want you to remember this, okay? This is yours. All of it. 艾米心疼地亲吻他的伤口，希望能以此抚慰他遭受的痛苦。可扎克的心里突然涌上一种无能为力的绝望，他什么也做不了。他跳下床，拼命逃离这里。艾米哭着求他留下，可扎克再也承受不住了。Please stop. I have nothing to give you. No kid, Zach. no ring, no Zach, future, Zach, come on, nothing. just get inside, I have Zach. nothing. 他发动汽车，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短暂的幸福更让他痛恨命运的不公。Why? What did I do? 另一边，夫妻俩也吵架了，因为扎克，他们已经忽视彼此很久了。Son is dying and you won't even look at me. Calm down. Just calm down. I'm not gonna talk to you if you just want to fight. I'm not looking to fight. I'm looking for literally anything from you. Well, I don't got anything to give you, okay? I had Zach back for a minute tonight. See the smile on his face? My old boy's getting weaker every day. I can't do nothing about it. 时间一点一滴走过，扎克的病越来越严重了。可命运也以另一种方式给了他安慰。这天，老师来找扎克，他帮忙联系了一家音乐公司，他们很欣赏扎克的才华，想签扎克和朋友做歌手。两人激动坏了，这家公司可是培养过碧昂斯这样顶级的天后。很快，他们赶到纽约，并顺利签下了合同。坐飞机回家时，扎克告诉妈妈，他和艾米分手了。这段时间，他一直很想念艾米，他感觉艾米的手里始终有一根绳子，拉着他不陷入黑暗的深渊中。这时，一缕阳光悄悄照进客舱，也一并照亮了扎克的灵感。他着急地找出纸笔，把刚才想到的句子写了下来。不久后，扎克写出了签约后的第一首新歌。他和朋友一起去录音棚录歌，因为太过正式，扎克有点不适应，刚开口他就唱呲了。他赶紧道歉，然后深吸一口气。朋友给他一个鼓励的眼神，然后敲响音质清澈的乐器。扎克随即弹起吉他，就此唱出心里盘旋已久的旋律。 I fell down, down, down into this dark and lonely hole. 几天后，妈妈外出时，突然听到电台正在播放扎克的《云上情歌》，她乐疯了，恨不得把好消息告诉大街上的每一个人。Why? My son is on the radio. Mac is on the radio. My son is on the radio. Sammy! 两人兴奋地一路狂奔，一直冲进了一家咖啡厅，把好消息告诉了全家人。爸爸赶紧让店员打开收音机，片刻后，他们果然听到那熟悉的旋律。I'm on the radio. Oh my God, they're on the radio. On the radio. Oh my God. Oh my God. 短短几天，扎克的新歌迅速火遍全网，大都会甚至邀请他和朋友一起登台演唱他们的成名曲。越来越多媒体争相报道扎克的故事，无数人被他的乐观和才华感动。更让人感到温暖的是，扎克还把卖歌赚到的钱用来成立了一个骨肉瘤基金会，他想帮助那些和他一样患癌的孩子。可随着演出的日子逼近，扎克的内心越来越不安，他不能没有艾米。这天他来练舞室找艾米，有个小女孩一眼认出了他，女孩说她超爱扎克的歌，还随口哼唱了几句。可接着女孩竟然问他，你是不是快死了？ Yeah, I am. My cat died, but it's okay. He's come back as a tree. 这时艾米出现了，扎克说想找她聊聊，然后把她带到了马场。在这里，扎克放下所有顾虑。 I couldn't stand to see in so much pain. And knowing that I was the reason, I'm so sorry. 扎克告诉艾米，他即将去大都会演出，可只有艾米的陪伴能赋予他勇气登台。 I can't do it without you. I need you. 就这样，两人和好了。在生命的终点，他们只想每分每秒都陪在对方身边。扎克感觉自己的日子不多了。这天趁妈妈心情好，他拿出医院留下的遗嘱表。妈妈还没做好离别的准备，扎克便温柔地安慰她，现在并不是告别。妈妈拿起表格，照着上面的问题提问。她问扎克想在哪里结束自己的生命。扎克的答案依旧天马行空。他说想去跳伞，成功把老妈给逗笑了。接着妈妈又问，你对自己的葬礼有什么规划？扎克不假思索地回答，
他想让人在葬礼上演奏风笛，还特别强调出席的人不要穿正装，就穿领带配背心。And maybe these. I think they really make my eyes pop. 扎克就是这样，不管他遭受了怎样的痛苦，也总想给身边的人带来快乐。可他终究还是撑不住了。这晚，爸爸告诉家人，扎克可能去不了毕业舞会了。妹妹很伤心，这意味着扎克只剩1个月了。可妈妈还想为扎克做点什么，她想为扎克再举行最后一场派对。朋友提议，不如直接在大都会办，他会喊来全校的人参加，这样扎克就会拥有一场独一无二的毕业舞会。从这天之后，每个人都在为这场派对做着准备。可好不容易到了舞会这天，医生却带来一个残酷的消息。Zach is a fighter, but his body is shutting down. Could be days or sooner. 妈妈心碎了，大姐也失声痛哭。送走医生后，妈妈发现最小的女儿正独自坐在楼梯上哭泣。她和扎克关系最好，对她来说，失去扎克就像失去了灵魂的另一半。妈妈让她去看看扎克。几分钟后，妹妹走到扎克身边，看到他骨瘦如柴的身体，她的眼泪更加控制不住。扎克强撑着身体坐起来，拍拍身边让他过来。扎克拿起遥控器递给他，让他看自己想看的。妹妹的心像被针扎了一样难受。他们以后再也不会为抢电视而争吵了。舞会开始前，艾米来看望扎克，他本以为扎克去不了了，可等他来到扎克的房间，却惊讶地发现他早已穿好正装。You're supposed to be in bed. What are you? We're going to get your prom. Get me out of the way. We're going. 这晚，一家人来到大都会，聚光灯下写着扎克的名字。如果不是死神在前，这一切该有多么圆满！扎克走上舞台，惊喜地发现台下坐满了观众，他们全都为他而来。朋友率先登场，他唱了一首情歌，大家在浪漫的旋律下翩翩起舞，而扎克也和艾米一起享受着这一刻的温情。最后，扎克上场了，全场立刻响起欢呼。扎克艰难地抱着吉他坐下，这一刻，所有的灯光都只属于他一个人。And for a long time, I thought that I'd be remembered as a kid who went down fighting. But now sitting here, looking at all of you, I know I'm going to be remembered as a kid who went up fighting. Didn't really lose. 在台下的欢呼声中，扎克坚强地站起身，唱起那首熟悉的《云上情歌》。扎克唱得很动情，他的声音和精神感染着每一个人。可他实在太虚弱，唱到一半，他就咳得直不起腰。医护人员想冲上台，可扎克示意他们别来。他想继续唱下去，却怎么也喘不过气。在一阵揪心的痛苦中，他突然听见全场唱起了他的歌。就这样，在大家的陪伴下，扎克唱完了这首歌，而他的灵魂也在不久后飞上云端。这部电影叫《云上情歌》，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真实的扎克在2013年5月20日去世。尽管他早早离开了人间，可他的才华和乐观却以音乐的形式感染着身边乃至全世界的人。扎克创作的《云》这首歌刚刚发行，便迅速登上英国音乐榜第1名。现在 YouTube 上这首歌的播放量也早已超过了1500万。电影结尾还有个温暖的小细节。艾米和朋友出去游玩，他们一起在湖边拍照，查看照片时却发现天空远处的云赫然是一个 Z， 而这正是扎克的名字。真实的艾米和朋友真的拍过一张带有 Z 的照片，或许那个小女孩说的话应验了。扎克就这样变成了一朵云，默默地守护着自己的家人、爱人和朋友。最后希望看完这部电影的你，能被乐观又温暖的扎克感动。人生苦短，但甜不甜取决于自己，不要等到时日无多才惋惜生命可贵，把每一天都当作人生的最后一天。热烈去爱，陪伴家人，大声欢笑，做该做的事，圆为圆的梦，用力活过才不会后悔。 You don't have to find out you're dying to start living.